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啊。今天有风都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老牌的邮件营销软件啊，叫做 GetResponse。GetResponse 的话，它是成立于1998年的，这应该是非常久的一个邮件营销平台。我问了一下 GPT， 听说当时成立的时候的话，它的一个创始人才17岁啊，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朋友创建的。这几年的话，它发展的非常快。那今天的话，有风就带大家来学习一下这个 GetResponse。那学习如何使用 GetResponse 啊，建立你自己的电子邮件营销系统。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完整的邮件营销教程，那么你就来对地方了。那在本期的视频中，有风会演示每一个流程。邮件营销的话，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话，非常的流行。那可能在我们中国大陆的话，那普及率还没有这么高。那我相信的话，那如果你是做外贸、做跨境电商的话，那可能邮件营销用的比较多。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学习一下。如果你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那本期用到的工具链接的话，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你们可以打开链接一边看一边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GetResponse 的话，它现在的话提供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 GetResponse 已经成立25年了，还是有点历史了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免费注册，它提供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你看这里它已经写了30天免费试用，而且不需要你提供任何比如说信用卡的信息之类的，直接就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试用。那这里的话，你直接填入进去创建账号就可以了这个都非常简单有风的话之前已经创建了好账号了，我直接登录进来。那你登录进来以后的话，它问你是否开通一个双重验证这里你可以选择开通，也可以不开通。那如果你不开通的话，你就点击这个你后面再进行一个开通，或者说不要显示这个信息。这个就是 GetResponse 的一个后台。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因为国外的邮件营销系统的话，它前期只是免费使用如果你觉得功能好的话，再考虑要不要付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概价格，看你以后能不能承受。那它付费的方式的话，有按月付，那按1年付，或者说2年付。那2年付的话是最便宜的，要优惠40%。我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点的是2年付，2年付的话，电子邮件营销的话就是11美元一个月。如果你需要一个邮件自动化的话，就需要35美元。如果你需要推广或销售产品的话，那就是70美元一个月。你可以点击这个比较所有的计划看一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实时通讯每月发送电子邮件。那现在还提供一个 AI 电子邮件生成，那每个计划都有。时间卡好了，如果是11美元就不提供这个功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GetResponse 的话，它这个系统它会自动计算，看访客的话在哪个时间段它会打开这个邮件，因为他们有多年的一个数据积累，他知道发给哪一个人，他在哪一个时间段他会打开邮件那这个功能的话确实非常好，但是在这个基础版里面没有，只有在邮件营销自动化这个功能里面带有这个功能。那前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先选择11美元，那也就是电子邮件营销这个计划。那后期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你再加钱升级计划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按月付的话，那可能就贵一点，那就是16美元一个月。建议大家的话，前期可以买这个12个月，就是买1年的，稍微便宜一点。因为你在试用30天以后的话，你肯定会决定要不要用它这个系统。如果要用的话，你可以考虑中间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这个邮件自动化，因为我们用这个系统的目的的话，就是要实现一个电子邮件自动化这样一个流程。好了，价格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那我们进入它的后台。那这个是它的后台，上面是它的一些工作台这些东西的话，我们都可以全部把它移除掉。点击这个按钮这里面的所有小工具的话，我们全部都可以给移除掉你只留下了这2个最简单的小工具这个小工具的话，这里可以创建新的电子邮件列表创建一个表格，创建一个落地页，增加联系人创建邮件自动化，创建一个邮件活动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点击加号加号里面的话，如果你还有其他小工具你想加进来也非常简单你放在上面，比如说这个 list size 就是你邮件列表的一个数量可以加进来还可以加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注册的一些资源是通过哪些地方注册的，那也可以加新的联系人，我也可以加进来地区点一下，
邮件自动化，这个也可以加进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加吧。还有工作流程，这个要加一下，再点击这个加号。这下面还有一个叫转化漏斗，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加进来。还有最后一个数据，就是一个数据报告，你的页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数据可以加进来。我们在这里查看的时候的话，就比较清楚，是有一个实时的数据。这里面你可以点击这个3个点，你可以编辑这个小工具，你可以更改一下它显示的方式这样看起来可能更清楚一点。那你要变回去没有关系，变成 list。顶部的话，这里有几个常用的一些功能，这里面有个工具。工具里面所有的工具基本上都在这里面。它今年推出了这个叫做 AI 活动，也就是说之前写电子邮件，那我们手动写，那现在的话它可以通过大数据运算，通过 AI 的方式的话帮我们写一下邮件。写好以后的话，我们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联系人，第三个的话就是邮件营销，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发邮件。这个是手动的方式，这个是自动化邮件，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自动。那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比较关键的功能，一个自动。这下面还有一个自动，那两个的区别不是很大。这里的话可以建站，它里面还可以帮你建网站。这里是一个落地页的一个生成，这个是可以生成一个表单。这个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你有一个网站，你需要在你的网站里面嵌入这个 GetResponse 的一个表单的话，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生成。等一下有风会演示给大家。这个是一个报告，就是你发送邮件以后，那给你一份完整的报告。这里还有电商工具，电商工具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和你的 Shopify 那很多电商网站的话进行一个连接，进行一个数据分析这个也是邮件自动化。Weibo 就是一个网络研讨会翻译过来就是这样。这个是一个转化漏斗，等一下有风也会详细介绍。这里有个付费广告，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投放你的 Google 广告，或者说 Facebook 广告。这个聊天，你可以在你的网站里面嵌入一个聊天的一个系统。这下面都用的比较少，这些文件、图片你都会存到这个地方。后面的这里还有一个邮件和这个域名，等一下我们会用到。我们把邮件发送的一个域名，比如说你是 Gmail， 换成你自己品牌的，比如说你品牌的网站邮件名字，等一下有风会教大家。最后的话就是配置顶部这3个按钮，你可以拖动、移动一下它的位置，都没有问题。点击保存。这上面这个位置的话，这3个你可以更改一下里面要显示的一些内容。这个也是联系人、邮件营销，这是报告。这上面是比较快捷的一些方式，你可以把你经常要用到的一些功能的话放在最上面。它支持的语言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你可以查看一下。支持的语言是这里面，但中文的话它里面不支持。但是现在翻译功能这么强大，大家应该都非常方便，就可以翻译过来。如果你问题比较多，你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客服，联系一下客服，他们客服的回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你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问他的客服。建议大家在前期的时候不懂的时候多问。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开始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邮件营销系统。首先，如果你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域名的话，那我们可以把你的域名绑定过来。比如说你在发邮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官方网站的一个邮件给他们发邮件，这样看起来会更专业一些。这个是有风的一个频道的主页，有风这个频道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些网络营销的工具，希望可以助你的生意的增长。这个是有风做演示的一个网站，平时都是 gmail.com 那个邮箱，那我们可以换成，比如说我的温迪有风.com， 我换成这样的一个邮件域名。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来到它的后台，我们点击这个 tool 工具，然后拉到最下面，这里有个邮件和域名，我们点一下它。好，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发件人的一个邮箱。发件人邮箱有风之前的话已经设置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发件人邮箱就编成我的一个网页温迪有风.com这个后缀结尾的一个邮箱号。那我是怎么做的呢？你第一次来的话，它可能默认就是用你的注册邮箱作为一个发件邮箱。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增加邮箱。那下面我之前的话注册的是一个 Gmail 邮箱。它不推荐我用 Gmail 邮箱。为什么不推荐用 Gmail 邮箱给发邮件呢？因为如果用 Gmail 邮箱发邮件的话，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垃圾邮件，可能你发过去直接跑到人家的垃圾邮件里面去了。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网站的话，就用自己的网站。注册网站的话，有风推荐这个 Hostinker 给大家，因为这个网站的话，它第一比较便宜，第二个还比较稳定，它的一个用户群也非常非常大。
这个网站的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需要的朋友直接可以打开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教程有风之前也做过一期，那链接的话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好，我们怎么来增加我们的一个域名，增加我们自己的邮箱品牌呢？很简单，我们点击这个增加域名，这个时候输入你的一个发件人的名字，下面的话输入你的邮箱号。那比如说我进入我的 Hostinger 的后台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Hostinger 的话，它支持中文，你可以直接把界面换成中文。它里面你可以买虚拟主机，可以买域名，这里面都可以。那有风用的就是这个 Hostinger， 直接登录我的一个后台。好，进入 Hostinger 的后台以后的话，我点击域名。现在 Hostinger 你买它1年主机的话，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有风这个域名就是我买了1年，它赠送给我的。上面还有邮箱，它里面也会赠送我们的一个邮箱。那我们点击这个邮箱，然后点击管理。好，这个的话就是 Hostinger 我的一个邮件账户我复制一下它。这个的时候的话，我就把我的邮件粘贴进来，然后点击一个增加。好，这个时候的话，因为我之前已经增加过了，那你们如果是第一次增加的话，然后他会给你 Hostinger 的邮件的话发一封确认的一个邮件确认邮件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网络邮件，登录我们的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这个就是来自 GetResponse 的一封确认邮件你点击这个按钮确认一下，然后确认好以后的话，那你的这个域名就被增加进来了。增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3个点，那你可以改变一下它名字，那你可以把它点一下，把它设为一个默认的。这里的话，它就显示，你看这里有个默认这个我们就设好了。设好以后的话，你还需要进行一个 DKIM 的一个验证。怎么样进行一个 DKIM 的一个验证呢？你可能第一次接触，你不知道什么叫 DKIM， 我们来问一下 GPT， 因为这里面涉及的一些知识点比较多。本期的教程也比较长，那大家可以耐心观看一下。DKIM 它指的是一种验证电子邮件真实性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它要确认这个电子邮件是你本人的，不是说可以假冒别人的一个电子邮件，那必须要进行一个 DKIM 的一个认证。我们怎么认证？方法很简单，看一下它这个 DKIM 的一个 key， 我们点击一下它，然后我们接下来复制一下 ，copy。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域名的一个后台，那我们点击域名。那如果你是其他域名的一个提供商的话，那原理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点击这个管理进入你的一个域名管理后台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它的一个 DNS 里，DNS 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这个 DKIM 加进来。那很简单，大家不要以为很复杂，跟着有风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那在上面的话，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比如说类型的话，我们这里选择 TXT， 然后这个值的话，值也就是这个主机，我们要把这个复制一下，复制一下这个，到时候它会给你一段，就是前面这个，那你直接复制就可以了。主机这里的话就填入前面这一段，就这个，只要前面这一段，那你在第一次弄的时候，它会给你这一串，然后的话后面的值的话就是它下面这个，你点击 copy， 然后把这个值填进来。后面这些都不用管它，你直接点击增加记录点击增加记录以后就会像这样显示这里它会验证你这个文件到底是不是你的一个邮件账户这个主要是起到一个验证的一个作用验证好以后的话你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已授权，不然的话这里它就会显示橘色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这个域名还没授权，没有授权，那你没办法用这个邮件进行一个邮件的一个发送。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没有关系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你也可以点击右边这个客服咨询一下他们，或者说你英语不好的话，你直接在电脑上你点击邮件用 Google 翻译，或者说你在电脑上装一个这个沉浸式翻译，点一下翻译看中文你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这里面的话，你可以增加很多发件人的一个邮箱比如说有风这里只增加了一个我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邮箱，有我的一个网站域名结尾的一个邮箱这样我们自己的品牌邮箱的话就增加进来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增加联系人。那联系人方式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联系人。那联系人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创建一个邮件列表。邮件列表的名字非常的重要，因为就是你给别人发邮件的时候，它会这个名字会显示出来这里的话，我建议大家把你的品牌名给用上
那我点击一个创建。创建好以后的话，你可以把它设成默认的邮件列表。你可以点击这3个点，然后点击这里有一个设置默认 make default， 就是这个默认。那这里的话有个 default， 它就是一个默认的邮件列表。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3个点，点击这个设置按钮，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列表的一个设置。那首先的话是我们的邮件的名字，那这个 list title 的话你可以不用写。那这个邮件列表描述的话，可以把它描述一下，比如说你这份邮件列表是用来做什么的，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然后后面的这个分类的话，你这里可以选，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那语言的话，你可以选中文啊，当然很多语言都可以进行选择。这个地方的话，它会要求你是否显示一个地址，因为在有些国家给别人发邮件的话，它是需要你提供一个实际的物理的地址。那这里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那也可以把它关掉。你在具体发邮件的时候，你可以查询一下当地的一个邮件法律法规啊，需不需要显示发件的一个实际地址，也就是你的物理地址。那这里可以上传你的 logo 啊，直接点击这里选择一个 logo， 把你的 logo 的话从你的电脑上可以直接传进来。那你在发邮件的时候的话，你的 logo 就会显示在里面。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你一个地址，比如说人家点了你的 logo 以后，那它会跳转到哪一个地址？那你可以设成你自己的，调到我自己的频道的一个地址，你把它填进来。所有设置好以后，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一下保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信息这边就设好了。设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订阅，翻译给大家看一下。那订阅的话，我们这个按钮你可以把它开通。比如说有人给你订阅了你的一个邮件列表以后，是不是需要通知你呢？你要通知你的话，你可以在下面选择一个邮箱。一旦有人订阅你的一个邮件列表，那都会通知你。有风的话，这个是不开的，因为有时候太多了，你的手机每天看的都是这些，订阅通知没必要。这里的话，他问你是否需要额外的一个确认，那可以通过网络，可以通过 API。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注册了你的邮件列表以后，我们系统会马上发一封邮件给他，问他你是否真的是需要加入我们的邮件列表。那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我们的邮件的一个列表的质量比较高，因为它经过了双重的一个确认，它确实是对我们这个感兴趣的。那坏处就是有点麻烦，如果你再叫人家确认一遍，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不想再去点了。我的话是把这个双重确认关掉的，是没有开的，这个邮件通知我也没开的。你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要不要开。阻止订阅这个不用管它，把它关掉就可以了。那下面的话是管理你的联系人看到的页面。比如说当他确认以后，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比如说有人注册我们的邮件列表以后，那他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页面，感谢你的订阅。这个的话你可以默认，那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网址，比如说他订阅后他会跳转到哪个网址，你可以设置一下。取消订阅的一个预览。比如说有些人他不想订阅你了，他想取消了，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个里面显示的一个效果。下面都是退订成功的一个页面，就是它取消订阅成功了会显示的一个效果，你都可以点击这些按钮预览一下。你的离开让我很遗憾，大概就是这样子他可以选择一下他为什么要退订，然后点击提交。这个下面的话就是要不要选择你的邮件列表在 GetResponse 里面托管，这里面你可以设一下。这个邮件列表搜索引擎里面是否被搜索到，这个肯定是不能被 Google 搜索到的，这个肯定必须要关的。设置好以后，你可以点击这个保存。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确认信息，那就是说你刚才如果开了这个需要额外确认的话，这里面会显示一个方式，它是以比如说纯文本显示，还是说超文本显示。下面的话，比如说他需要再次确认的时候，你可以问他如果确认订阅，请点击以下链接，就是他要点2次，有点麻烦下面可以设置一下发件人地址这些回复地址回复你是回哪个邮箱这里点击保存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返回这个联系人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联系人。可以选择要加到哪个邮件列表里面，比如我要加到这里面，你可以手动一个一个加，或者说上传文件。有风的话肯定是建议大家上传文件直接从文件里面传进来比较好。如果你之前用了其他邮件系统的话，比如说 ActiveCampaign， 或者说下面这几个韦伯等等这几个，它里面有对应的一些格式，你直接上传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当然你还可以直接手动粘贴进来也没有问题，可以连接到你这里面的，也可以直接获取到，也可以最简单的话就是把你的邮件列表直接上传进来。那有风今天举例的话，我们就来手动加几个，那不然我们的邮件列表没有人，那等一下不好做。那我打开 GPT 以后的话，我把这个提示发给他，我叫他随机帮我生成一些邮件列表的话，复制一下。我这里只做演示，所以说我肯定不会用真实的一个邮件地址，然后把它粘贴进来。比如说这3个就是我们加进来的。接下来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增加和更新现有的，因为我们前期根本就没有，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只增加新的。我有权将此人添加到我的列表这里勾一下，然后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它需要你分配一下字段啊。第一个的话，比如说电子邮件，它已经认识了；第二个字段的话，它不认识。那这是我们的名字，你可以把它分配一下，选在名字这里点一下 ，OK。现在点击这个导入。那你点击导入以后，这个 GetResponse 的话，它的系统会去检查一下你这个邮件呢是否符合他们的一个规定，有没有出错。那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如果你邮件比较多，它肯定会处理一会儿。这里进来刷新无效的有1个，你看有效的是2个它怎么知道有效无效？他们这个系统非常强大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能识别出来你这个邮件有没有效。那现在我们的邮件列表有了，那我们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样去收集邮件，通过什么渠道来建立我们的邮件列表？那建立邮件列表的方法很多。那第一个，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比如说你有网站，那肯定你会触达非常多的一个访客，你可以在你的网站里面嵌入一些表格，然后我们来收集一下我们的邮件列表。我们的网站的话可以和 GetResponse 的话相连接，那怎么连接呢？那有风来教大家。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注册表单，那么点击工具，工具的话，我们这里选择表单和弹出窗口，我们点一下它。如果你第一次创建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创建一个新的，我们点一下它。这里创建的方式有2种，第一个就是一个弹出窗口，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代码。我们先用这个吧，那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选第一个，然后点击下一步。好，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你的一个弹出窗口模板的一个样式里面样式很多。那左边的话可以分类，这边可以选一下，我觉得这个好看，我们就可以选这个，我们点使用这个模板。好，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对我们注册模板进行更改。这上面这个名字的话，你当然是可以更改的。比如说我是做网络营销的，那我这样写：免费领取我的网络营销秘籍我举个例，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写。那很多网上卖课的话，基本上都是说免费领取什么电子书之类的。你根据实际情况来。那下面的话，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这个上面的一些信息。后面的话就是他在提交他的一个邮件列表的时候，他需要输入他的名字或者说他的一个邮箱。这里的话可以增加其他的一些字段，你点击右边这个字段。那如果这个字段名字你不想要，你可以把它直接给关掉。你看这里就没有带星号没有带星号的话，就是说它可以不用填。我觉得名字还是需要，因为人种的一个称呼。然后的话，下面的话你也可以增加其他的一些字段比如说你可以增加它的一些性别、国家、公司等等这些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如果必须填的话，你就点个这个拉过来没有的话就不填。那我觉得这个都没必要我直接把它删掉吧。那你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要不要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把它关掉。那这边还有很多功能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那后面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替换点击这个替换。那你可以选择一张免费的，当然你也可以上传你本地你们公司的一些图片，你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下上传。那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我就选它已经进来了。那我不满意的话，你直接换掉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就觉得这2个美女的可以，我可以用这2个美女。这个的话你可以把它拖大或者说放小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吧，就这样看起来比较大气简洁。图片的透明度你这里可以调低一下它的一个透明度。它的尺寸这尺寸这里改不了，但是你可以改变一下它的一个
显示方式就用这个适应屏幕吧。下面这些的话，这些都不是很重要，那先不用管它。你还可以点击这个加号，那里面还可以增加文本按钮你还加个按钮那些都没问题。不需要的话就把它删掉就可以了。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稍微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在网页上显示出来的一个效果。可以点击这个把它关掉。我们往左边走一点吧，太靠右了这边。好，让它在中间的位置就差不多了。好了以后呢，你也可以预览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点一下这个手机端，这个是在手机上显示出来一个效果。关闭预览。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点击下一步。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表单的话嵌入到我们自己的网站里面去。这里显示方式给大家翻译过来，可以选择你的一个受众。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谁是你的观众，这里我选全部所有国家。这里选一下。如果你有电商网站的话，你可以和你的电商网站连接，可以连接到你的 Shopify 等等等等。触发器我们这里可以选个决定。比如说我们那个弹出窗口，它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它会弹出来？比如说它进入我们的网页，那马上弹的话，你就可以设置一个1秒钟，就是进入网站1秒钟以后，那马上就会弹出来。或者说它滚动以后会弹出我们的窗口。比如说它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网页后，它滚动一下，它就会弹出窗口。你可以设置这个，或者说退出的时候，那可以弹出等等。我还是选择进入我的网页以后，1秒钟弹出我这个窗口，让我点击保存。这里还是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器比如说它进来以后，那多久再弹一次？它关了以后，那我还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关了以后再等多久又会弹出来，这里可以设一下。发布后立即显示，或者说每天它的一个频率，这里可以显示一下这里显示发布后马上把保存。这里全部设置好以后，那你就可以点击一个下一步。下一步的话，这里它会问你在哪里显示你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整个网站显示窗口，你把你的网址给粘贴进来的话，你也可以增加一个新的网址，或者说一个具体的一个页面，你可以填入一下。那我们选择我们的网站，我们就选第一个吧。这里打勾的话，说明这里已经填好了，我们要继续下一步。然后我们需要和我们的网站进行一个链接，我们需要把这个表单嵌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网站里面来。我们点击这个链接我们的一个网站，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段代码，我们需要复制一下这段代码，然后把这段代码放在我们的一个网站首页的 head 栏里面去。我们怎么做呢？那如果你是用 WordPress 的话，有风演示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先进入我的一个 WordPress 的后台，然后可以点击我的网站，可以直接进入我的 WordPress 后台。有风用的是 Hostingo， 我的域名和主机都是在这里面买的。好，我点网站，我先进入一下我这个网站，进入我的一个管理面板。我现在已经进入到我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了。有风这个网站的话，只是做演示的。我平时的话，它不会在这个网站里面发布任何的一个信息，只是我在每次演示的时候我会用到。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外观，我们点击主题文件编辑器，我们点一下它。好，这个就进入我们的一个代码页面。如果你是用 WordPress 的话，就是通过这里进来。然后我们这里点击一个 head.php， 然后把我们这段代码复制一下，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一个 head 里面就是这里。这个的话，因为有风之前已经加进来了，所以我这里就不再加了。你们要做的就是放在这个 head 这个标签下面，直接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粘贴好以后的话，记得点一下左下角这个更新文件。差不多它这个代码的话就已经嵌入到我们这个网站里面来了。嵌入进来以后，你记得这边的话一定要先点一下保存和发布。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网站给大家看一下，我刷新一下。我设的就是它打开网页后1秒钟，就会弹出这个窗口，看到没有？这个窗口已经弹出来了。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提交一下我们的一些信息，让我们来测试一下。设个Wendy 2025，然后邮件的话，我随便写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有没有设置成功，然后点击一个提交。感谢你的注册。这个页面的话也可以设置，有风刚才没有设，所以说它直接显示这个。我们的信息已经提交到我们的后台了。现在我们来回到 GetResponse，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点击这个联系人，
那我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个温蒂2025有没有提交进来。好，左边这个邮件列表，这个是我默认的，我们点一下它。好，这里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温蒂2025就是我刚才随便注册的啊，这个已经被我加进来了。啊，说明的话，我们这个表单已经创建成功了。每次的话，只要有访客进入我们的网站，然后它会等1秒钟左右就会弹出刚才这个窗口。啊，这里它窗口也已经弹出来了。那这个时间或者说它触发的方式的话，你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设置。那我们的一个邮件收集表单现在已经设置好了，比如说我们收集邮件列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通过我的网站，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来做一个销售转化漏斗页面。那我们怎么做我们的一个销售漏斗落地页呢？非常简单，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Tool 工具，那我们选择这个 Conversion Funnel， 就是这个转化漏斗。我们现在要来设计一下我们的一个落地页。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我把我之前的先关掉。那这里可以直接开、直接关都可以。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漏斗，点一下它。这里面的话，它问你需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转化漏斗，我们来翻译一下。那你要建立一个电子邮件列表，告诉他订阅后会得到什么，比如说建立一个列表销售产品。第二个的话，你也可以销售产品。第三个的话就是网络研讨会，这个用的比较少，那可能大公司的话可能会用的比较多。我们用第一个吧。这个网络研讨会其实还是非常有用。那有时候比如说你要搞一个培训，那你可能需要前期通过一些免费的直播课或者说教程来吸引他们。那有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举办什么网络研讨会，先给他们预热一下。今天有风就演示给大家建立我们的邮件列表的一个方式。我们点击一下它，然后它右边的话有2种方式，一个是千词漏斗。这个漏斗是什么意思？就是为访客提供宝贵的一个资源，换取他的电子邮件。比如说你把你的电子邮件留下来，我送你一份什么网络营销秘籍送你一本什么免费的电子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第二个的话就是标准渠道，直接要求访客填入你的一个邮箱，那你就可以获得他的一个邮件列表。那我一般情况都是选择第一个，就是用你的一些资源，免费的资源去换取访客的一个电子邮件。那这样的一个转换率的话会高非常多，就选这个。我们点击创建。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取一个我们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叫，那你可以根据你的产品来写，比如说我叫免费下载有风的网络营销秘籍。我这个只是举个例，那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东西。免费下载有风的网络营销秘籍，创建后我们点击保存继续。这里可以选择你的一个模板那我们这里的话，你可以用它现成的。有风的话，今天的话，因为是新手，我就教你怎么样从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点击拉到最下面增加一个新的一个，你用你的什么文件去换取访客的一个邮件列表。比如说我会给你一份 PDF 文件，会给你一本我的一个网络营销，比如说电子书等等。那你首先你先在你的电脑上把这份 PDF 文件写好一旦有买家提供他的邮件列表以后，点一下下载以后，它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下载我们的 PDF 文件免费的一些资源的一些网站。文件名可以写一下有风的网络营销秘籍 PDF 比如说就这个。那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它。这里简介你可以填一可以不填，可以上传一下你这个文件的一个图片。你可以从你的电脑上直接上传，点击这个增加点击这个从电脑上选择一张图片进来比如说我选的这个图片，我之前已经传过，我就不再传了。我点一下它点击中间那个 use 使用。好，这个的话就加进来了，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小一点。接下来的话，把我们的文件传进来，你要给它什么文件？点击一下比如说这个是有风建的一个 PDF 文件，这个文件只是有风做演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文件，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好，这里创建以后的话，我们直接保存增加进我们增加增加跳转到我们的一个漏斗。好，现在的话就来到我们的一个销售漏斗页，你看它这个非常像一个漏斗是吧？它分几步进行。第一个的话就是先获得一个注册，就是访客进入我们的网站以后，他首先需要提交他的一个电子邮件，你就分享你的一个文件给他。
因为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免费获得我的一个营销秘籍，但是你需要填入你的一个邮件号，创建一个电子邮件，来向他们发送一封欢迎的一个电子邮件详细介绍一下你的品牌等等等等最后的话，后面他会看到你的一个数据一个报告。那首先我们先从这个第一个开始吧，创建我们的一个注册页面，我们点击一下它，点了注册页面以后的话，你这边可以选择一个模板。那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模板，你可以选一下。那比如说我们选的这个模板，我们用这个模板来创建一下它。那它这里创建以后，这里上面可以在这里你可以写一个名字。好，这里有2个页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落地页，这个页面会里面提供一个注册表单，让别人可以提交一下他的一个电子邮件。后面的话有一个感谢页面。他如果注册以后的话，表示感谢，跳转到一个页面，那么点击下一步。那这话，这里面的文字你都可以更改或者说删除比如说这个文字我就叫做免费下载有风的网络营销秘籍比如说这个就是我的标题，在上面你可以加上你的 logo， 那没有问题。那可以点击这个图片，你可以上传一下你的 logo。那这个图片的话可以进行更改，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替换。那比如说把我们刚才这个图片给选进来，这里的话填进来以后的话，你可以 OK 加进来，你可以编辑一下，这边可以简单的比如说旋转什么之类的，这些简单你可以调一下。那右边的话还有非常多的功能，你都可以去用一下。比如说这里可以直接增加图片，这里也没有问题这里也可以增加按钮，你直接把它拖，这个是可以直接拖进来的。这个这里的话这个字你可以比如说免费下载，好，可以点一下它。一般点了这个免费下载以后它会跳转到最下面这个地方就是要求它输入它的一个名字，它的邮箱，这里点击一个马上获取吧。点了以后的话，我们就收集到它的一个电子邮件。会跳转到这个表示感谢的这个页面感谢你的注册。好，这里的话，这个时候它就会向它的一个邮件里面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表明它已经注册好了。看一下邮件的大概形式，我会把它注册好以后，我会把文件的下载地址发送到它的一个邮件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我们等一下来试一下吧，刚才这里有点慢当然中间的话你也可以增加一个 A/B 测试，你可以点击这个加号你可以稍微更改一下，比如说上面的文字或者图片，那你测试一下A 和 B 哪一个效果好，那你可以后面选择用哪一个不需要的话，你直接点击这个删除按钮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全部设好以后中间的这些你不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下面这些你不需要就直接把它删掉你可以看一下手机上的一个效果，你点击 OK 可以看一下手机上有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把不要的东西可以先把它都给删除掉。全部设好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点击进入一个下一步了。点击这个下一步。现在的话需要配置一下你的一个注册页面。这个注册页面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些 SEO。如果说你需要 Google 收录你这个页面的话，那你可以在里面配置一些关键词，包含你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关键词。这里面描述你可以写一下。如果你不想要被 Google 收录的话，你就把这个勾去掉不需要被 Google 收录。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个页面。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你的一个它点开以后显示的一个页面。这里域名的话，默认的话是用这个 GetResponse 的一个页面。当然的话也可以分配你自己的一个域名，比如说点击以后跳转到我自己的一个域名。这个怎么增加呢？等一下的话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的做。我们这里先点击下一步保存。订阅后显示的一个页面，这可以默认的一个 Thank you 就是谢谢你的页面。你可以自定义一个页面，你想它跳转到哪里就是说它点击下载以后它会跳转到哪里，可以自定义设置一下。是否需要一个双重的一个确认又来了，就是他注册好以后再给他发送一封邮件，是否问他是否需要真的要订阅我的邮件列表。有风觉得这个确实没必要，那就不用管它。下面的话就是一些分析的一些数据，你可以选择一个分析的平台等等。这里弄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发布好以后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第一个页面的话，它已经创建好了，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预览一下效果。比如说这个就叫免费下载有风的网络营销秘籍，点一下免费下载。
你看它会跳转到这里，是不是？这里的话，你可以输入一下你的一个邮件名字或邮件。这个时候你点击一个马上获取，它会跳到这个新的页面。这个时候的话，它会发一封邮件，发到你的一个电子邮件里面去。那你可以去确认一下。我们等一下，我们因为这里还没配置完，等一下配置完以后我们来试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配置一下我们的一个下载页面，这个创建一个下载页面 ，say thanks 就是表示感谢的页面，我们来配置一下。点击这个配置，那里面同样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你的一个模板。那我们选择这个吧，还是和刚才配套的。这里下载页面，你可以取个名字，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方法和刚才一样的，这里选择你已经注册成功点击下面要下载文件，这里它会来到一个这个文件的话，我们刚才已经上传了有峰刚才说的一个空白的 PDF 文件。这里面文字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下面的话就是一个下载文件 ，OK， 打开这样就可以了。点击下一步。好，下载页面呢和刚才一样。那 SU 的话设置你需不需要？不需要直接点击这个不需要就可以了。这边域名一样的。我们需要，那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域名，或者说用 GetResponse 的域名。用自己的域名，等一下有峰会教大家怎么样做。这里一样的点击发布。这个页面的话我们也做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连接一下我们的一个，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下连接我们的一个联系人。我们点击一下创建一个邮件，发送给他们一个欢迎邮件。当他们提交以后，他们的邮件以后，我们会给他发送一封欢迎页面。你可以设置一下这封邮件，点击这个创建一封邮件。这里是创建好我们的一个模板。这里是创建我们的一个模板。这里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欢迎来到有峰的社区，好，大概就是社群的话都可以。文件的名字的话，这个名字的话，它是你只有自己的看得到，那其他人是看不到的。这个地方你可以更改一下，这里还可以，比如说加个表情都可以。这里的话就不用搞这么从哪里发出的，你可以选择一下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点击一个下一步。好，这里的话它就会，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模板，你第一次跟它，比如说欢迎 ，OK， 就是这个你可以选一个。里面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稍微更改一下里面的所有的一些内容，你都可以进行一下更改。方法和刚才一样。这里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先退出一下。等一下的话，我们再来设置一下这个联系人然后点击这个按钮，直接点击退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好的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好的一个销售漏斗页。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这时候我们点击进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跳转。这里我随便输入一个有峰2025，好，这里填入我的一个电子邮件，好，点击一个马上获取。好，这个时候它会提醒你去查看你的一个电子邮件。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登录一下你的一个电子邮件。好，这里面显示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访客收到的一个邮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可以点击这个 download， 就是一个下载，我们点一下它。好，这里的话就有峰的网络营销秘籍，我们刚才设好的这个我们的资源，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下载。好，这个就下载好了。这就是有峰刚才设置好的一个有峰的网络营销秘籍这个只是一个演示，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联系人一般我们刚才加进来的所有联系人的话，它都会在这里面。所有的你点击这个搜索，里面的话全部都看得到比如说有峰之前加的2025，或者说有峰刚才注册的这个也是有峰2025都在里面来了。那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3个点，你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你可以移动你可以跟它发消息，你可以复制，你可以删除等等，这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那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的网站然后作为一个落地页呢？我们也是可以因为我们之前设置好的落地页它是 GetResponse 的一个域名结尾的一个落地页。那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一个网站域名，比如说有峰这个网站的一个域名作为一个销售落地页怎么设置呢？我有峰来教大家。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工具，点击这个管理落地页，点击这里有个落地页，这里就是这个落地页面。这里点击管理落地页，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创建好了落地页，但是这个落地页的话，它是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落地页。但这个落地页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用这个 GetResponse 的一个2级域名作为我们的一个落地页。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的网站作为一个落地页，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更专业一些。那我们怎么做呢？方法非常简单。那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刚才创建好的一个落地页，点击右边这个3个点，我们点击编辑设置。好，我们往下面拉。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可以点击这个增加一个域名。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网址的话先复制过来，那这是我的域名，那这里复制过来。好，这前面的话就是你2级域名的一个名字，那你可以自己想一个，那作为你这个2级域名，它点了以后，它会跳转到你这个2级域名的一个网址，点击一个增加域名。好，域名增加好以后的，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接下来它会显示这个域名现在没有集合，那我们需要去集合一下。那我们怎么去集合它呢？这里的你点击这个按钮，你需要增加一个别名到你的一个域名里面，我们点一下它，那它里面会告诉你，这里面有详细的一个教程，那怎么样增加别名？你可以根据，因为每一个主机提供商它显示的一个别名的一个设置方式不一样，你可以在里面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有风这个是 Hostinger 的话，那我就选它。那它的里面会告诉你详细的一个步骤。那有风现在就来演示给大家看，我们怎么样在 Hostinger 里面作为演示来教大家。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域名，点了域名以后，我们这里点击管理。管理的话，这里有个 DNS， 也就是这个服务器。它这个 Hostinger， 你看它这里面有官方的一个教程。那前面的话，我们这里需要选择一个别名，这里选择一个 CLN 它这里有说。好，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比如说我们刚才2级域名的一个名字，我刚才设置 CurtainT1。目标值的话，这里要设成一下 GetResponse 的这个 DNS 服务器。GetResponse 它的 DNS 服务器是多少呢？是这个，我们复制一下它。它的所有的别名，你看这里都是用的这个，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它，把 DNS 设置成这个，粘贴进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点击这个增加记录，设置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这个 DNS 记录创建成功以后的话，一般生成时间它说在48小时以内，或者说24小时以内。一般快的话可能就几个小时，那它就解析过去了。解析过去以后的话，我们才可以打开。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比如说这是有风昨天增加的进来的一个别名，就是我的2级域名就是 contact， 然后点我的有风.com。打开以后的话，它现在 DNS 的话已经是 GetResponse 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用里面的一个落地页比如说我这里已经创建好了，就是这个。后面的话它的一个目录你可以设置一下，也可以不用设置。好，这里我们已经用我们自己的网页作为一个2级域名来设置我们的一个落地页了。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下面的话就是一个订阅后设置的一个页面，下面都跟之前一样，不用管它，直接点击一个发布。这个页面的话，你设置好以后，它不会马上生效，因为 DNS 解析的话，它是需要时间的，一般等个24小时吧，几个小时有时候也可以。我们现在随便的点开看一下，看有没有解析成功。大家看到我这个页面的话已经解析成功了。我现在的域名的话就不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域名了，现在这个名字的话就不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现在是你看是有风，是我自己域名结尾的了，不再是 GetResponse 的2级域名了。这个看起来的话就非常的专业了，因为是我自己的域名，我自己的一个。接下来我们来发邮件来试一下。首先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的一个主页，我们点击这个工具，工具以后它发送邮件的方式的话有3种，有风都会演示给大家。第一个的话就是单次发送邮件营销，第二个是邮件自动回复，还有一个就是邮件自动化。我们来试一下，先从第一个开始吧，单个邮件开始，这个就纯手动的一个发送。那我们怎么样做呢？首先点击创建一个新的一个通讯录，点击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用 AI， 现在 GetResponse 的话它也跟上了一个 AI 的一个潮流，你自己可以写 ，AI 也可以帮你写。AI 就是你给它一些关键词，它会帮你生成一些对应的内容。今天有风就演示用我们自动写吧，我们自己写。你学会以后的话，那你可以了解整个流程。
在发邮件之前的话，我们当然需要一个邮件的内容。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不知道怎么发，那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 ChatGPT 来帮我们发一下。我给 GPT 的提示语是这样的：假如你现在扮演一名网络营销专家，与邮件营销专家，你可以改成你的行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词。因为有风，比如说我今天做的是一个网络营销，我就选网络营销。那比如说你要卖其他产品，就换成你的其他产品。与邮件营销的专家的一个结合体。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我们需要给它定义一个身份，这个字打错了，要改成一个题。你身份以后的话，它就是一个邮件营销专家，它就会在这个领域去帮我们生成相对应的一些专业的内容。如果你不给它定义身份的话，它写的邮件的话可能就比较普通。定义身份以后啊，写的邮件就比较专业。请你帮我写份邮件，邮件的主题是关于我的网络营销秘籍。OK， 现在的话 GPT 帮我的一个邮件内容已经写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发送一下。这里需要显示你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这个邮件这个名字的话，只有你自己看得到。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放进来一下。这个邮件列表就是你要发送给哪些人，你在下面可以选一下。因为我们刚才不是已经有几个邮件，你们选择这个邮件列表，从哪里发出，你可以选一下从哪个邮件发出。如果别人有回复你的话，他会回到哪个邮件，这里都可以设置。当然你还可以增加其他的一些邮件，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邮件的一个主题，就是揭秘我的成功网络营销策略。那你在前面的话可以加上一些关键的一些自定义字段。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可以选择一下它的一个，比如说名字吧，选择名。这个的话就是每个人发送过去它显示的名字都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张三，他是李四。比如说张三，比如第一个他是名字揭露成功网络营销的策略。每个人他显示的名字都不一样都会有对应的一个名字。这样看起来的话，感觉就是专门针对他的一个邮件，并不是那种群发的这种感觉。好，这里增加一个，这里的话你想把这个邮件发送给哪些人，你这里可以选择一下你的邮件的一个列表，点击一个增加。我的联系人选好了，你看前面打勾的话，就说明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邮件的内容。邮件内容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设计我们的内容，它里面的话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模板，你可以直接选一个它的模板，然后进行一下更改就可以了。但是作为新手的有风就演示给大家看怎么样从一个空白的页面来创建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模板。它里面有几种，你看这边3种的话，它已经帮你规划了和布局了一下。那今天有风选择这个纯空白的，来用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教你们怎么样操作学会以后的话这些的话就非常简单了。点击这个邮件分为3部分，那它跟一般做网站都是一样的，顶部、内容区域还有底部。底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随时取消订阅或者更改你的联系方式，是必须要的，因为根据法律的一个规定，人家必须要有这个可以取消订阅的一个权利这个东西必须要有。顶部的话，有风觉得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点击一下它顶部的话，我可以把它关掉。logo 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关掉，logo 关掉。因为我不希望我的邮件的话稍微简洁一点，不需要太复杂。那布局的话，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可以拖入一个文本框，你可以返回，你也可以拖入一个图片。那文本框的内容的话，我刚才叫 GPT 已经帮我写好了，我可以直接复制过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可以这样利用 AI 来帮你写一下点击这个按钮吧，复制一下它，不然的话复制过来有格式粘贴进来，把我们不要的一些内容给删除掉。好，后面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邮件，比如说亲爱的哪一个同样的跟刚才一样，你可以插入一下它的一个变量这个名字。这个变量的话，它每个人发过去它都会显示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邮件的一个内容。那当然你还可以插个图片进来比如说下面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图片，把我们这个图片的话，我可以直接加进来。图片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它大小这些都可以更改。邮件的对齐方式怎么对齐这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下设置这个都比较简单了。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删掉，我们重新来加一个，加个图片，增加图片。我选择第一个吧，比刚才那个好像之前改了一下，它上面留空留的比较多。好，这一下差不多了。好，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上面这里我可以把它拉到顶部，而下面的话你还可以加一个按钮
啊，比如说什么免费下载，我们点击返回。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 but， 就是这个按钮啊，放过来。啊，这里字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第四个免费领取我的，也可以是比如说点击查看视频啊，都可以啊。这个里面链接啊，比如说你可以跳转到你自己，比如说 YouTube 的一个链接啊，也可以跳转到你的一个官方网站啊。如果你没有网站的话，你可以跳转到你的频道里面来。这个按钮的话，样式的话，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正的，或者说有点圆的，或者非常圆的，颜色可以改一下，改成红的吧。红的的话可能更显眼一点。里面的话，比如说里面还可以加链接，比如说点击下载。链接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比如说你有网络营销秘籍，或者说你有什么电子书啊，我给它加一个链接。链接的话，插入你的一个你想跳转的一个页面啊，比如说我想跳转到我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啊，跳转到你的一个文件下载页面，跳转到你的其他落地页都可以。那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那里面的图片啊，有风建议大家尽量少加。为什么呢？如果你图片加的太多的话，容易被比如说 Gmail 或者说被其他邮箱的话误认为你是一个垃圾邮件。那尽量的话，大家少加一些图片进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比如说你全部设置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测试。测试下面有个垃圾邮件检测啊，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帮你检测一下你这个发送过去啊，会不会被认为是垃圾邮件啊？它这里说你这个可以，这里可能这个绿色的啊，就说明问题不大。那但是的话，它这里有个提醒，就是我们图片的大小啊，已经超过了我们文本的一个大小啊，这个可能有一点点风险啊，建议大家下次做图片的时候，可能做稍微尺寸做小一点，文字稍微多一点。文字里面的信息还有哪些比较容易被认为你是一个垃圾邮件？比如说里面过多的一些促销信息，过多的里面优惠信息，或者说一些打折的一些信息，如果里面放太多的话，也有可能会被认为你是一个垃圾邮件。那里面这些信息的话，你们可以尽量少放一些啊。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发送一个测试邮件，比如说点击发送一个测试页面。从哪里发出的，你这里可以选一下，这里你要发到哪个邮件去看一下效果。比如说我发到我的这个 Gmail 邮箱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效果点击一个发送这个时候我可以来到我的 Gmail 邮箱，我来看一下我刚才测试的一个效果这里已经进来了。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揭秘成功网络的营销秘密这个策略。这个就是我收到的一个测试页面。那我们的邮件列表你们收到以后的话，大概看到就是这样一个效果。这是我Gmail邮箱收到一个效果，它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垃圾邮件，那说明我这个还是设置成功的。那如果你觉得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及时的更改。弄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下一步。这里面从哪里发出回复到哪里主题这里面的话都可以改这里的话全部可以看到，这里全部已经打上勾了我这上面的话基本上全部已经设置成功了这里的话你也可以发送一个测试邮件去试一下。那下面的话它会跟踪比如说它会进行一个数据分析，比如说点击一个分析，它会给你一个分析的报告，你哪些邮件发出去以后，那链接被打开了，它会跟踪一下。如果你是做电商的，它可能会跟踪你的一些电商数据，但是这个需要你是它的一个付费会员才可以，或者说插入你的 Google 的分析这个都需要升级到它的一个会员才可以。那你可以在下面呢可以选择马上发送，或者说你设定一个发送的时间。这里有2种方式。这里还有一个最佳发送时间。这个的话也是需要它的一个付费计划才可以。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是说Get-Response 的话，它这个系统它会自动分析。比如说我会在什么时候，比如有风经常会在什么时候打开我的邮件他用他多年的一个系统他已经收集了这些数据，他大概知道，比如说你这个邮件什么时候最容易打开邮件，在你最容易打开邮件的时候再发送给你。但是这个功能的话，需要一个付费版才能使用。有风这里只做演示，那我们这里就这些的功能都不用启用。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发送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点击一下发送，点击发送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它现在正在一个倒计时，预计在132秒以后它会发出这封邮件。这时候你可以停止发送，或者说查看一下你的邮件内容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有风这个因为只做测试，那我就暂停发送，我点一下不要发送，停止就可以了。
那刚才有峰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手动去发邮件，那可能有点麻烦。那我们可以来创建一个自动发送邮件的一个方式。我们点击工具，那我们选择这个自动发送。那自动发送的话，有峰之前已经测试过。那今天这是有峰之前创建好的。那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右键创建一个自动发送。那这里一样的，可以用你自己写，或者是用 AI 可以帮你写。我们还是选择用自己写。这个名字的话和我们刚才一样。那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主题，这上面的话还是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得到。那你可以后面加个这个，就是自动发送标识，那你自己可以认得出来它是设的是自动发送还是怎么发送。这里发送的设置你可以设置多少天发送，你可以设置，比如说邮件列表那星期马上发送0的话就是马上发送，那你可以设置1天，可以1天后发送，0的话就马上发送。允许发送的，比如说星期1、星期2、星期3，哪一天可以发送，哪一天如果不发送的话，你把这个勾去掉就可以了。从哪里发出，这里都可以回复到哪里，刚才都一样。这个主题的话和我们刚才一样的，把我们的主题弄进来放进来，然后同样插入我们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话就可以每个人它显示的名字都不一样。下面都是一样的，这里设计一下我们的一个内容。那里面这次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模板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模板好看可以直接用这个模板。那模板里面的所有的内容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更改跟之前的方法一样上面是 logo这个是图片你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些图片更改里面的文字等等。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变量，你可以看到这个框欢迎谁谁谁这个变量。所有的方法和刚才都一样。在右边的话，你弄好以后点击一个下一步，或者说你这里也可以测试一下是否会检测成它是垃圾邮件，点击这个检测这个没有问题，点击下一步。好，这上面勾，说明全部都是这个绿色的勾没有问题。点击保存发布。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的这里有9个点，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比如说你这封邮件，那你要在哪天发送比如说你这个今天也发，明天也发，后天也发都可以设置。还可以设置每天发送不同的邮件，那怎么样设置呢？比如说我今天发这封，明天发那一封我又可以创建一个邮件这次我们可以用 AI 来创建一下比如说我们用 AI 点击用 AI 来创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写入你的一个主题比如说你是一个网络营销。这里的话，目前来说它只支持英文中文它是不支持的。有峰这里只做演示，那你们在做的时候就用英文就可以了。因为基本上学这个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要么就是做外贸的要么就是要和老外做生意的你们基本上应该都是用英文这里你的工作领域你可以选择一个下面更多设置。那你的一个目标对象是谁？你的一个自动回复的类型是什么？这里面都可以选欢迎或者是卖课或者等等等等这里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个下一步，它会帮你再让叫你选一下。那他想问一下你这个邮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你的有个邮件的一个类型是什么？说服型的、正式的或者友好的或者等等等等的，我们选一个比如说说服类的之类的，点击下一步这里选择一个你的一个布局这下面纯文本的，或者说有这种图文并茂的下面的话再选择一种风格这个颜色的你可以看一下，我选择这个吧，点击一个创建这个时候它 response 这个时候 get response 它的一个 AI 系统的话就在帮我们生成我们的邮件内容生成好以后的话，你稍作更改的话就可以使用了。好，这个就是它用 AI 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邮件。那里面的内容的话，它也是用 AI 帮我们生成的。那你可以稍作更改，那图片你也更改一下。这图片的话，应该也是它用 AI 帮我们生成的。这上面它同样你可以测试一下它是不是垃圾邮件直接点击下一步吧。这里测试一下你要发送的时间，这些都是一样的。那里面的一个标题你最好稍微改一下，点击保存发布。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有2封邮件了，可以选择一下它每天。比如说今天我发这封明天我发这封你可以换着发，你可以设置非常多邮件，你也可以更多，你每一天都可以发送不一样的邮件出去。
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一个邮件自动化呢？就是说，只要有人通过我的网站，比如说提交了他的一个邮件信息，那我们就系统自动运行，来给他发送邮件，来进行一个操作。那有风现在就教大家。那还是我们首先呢，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那这次的话，我们还是点击工具，我们点击这个 Automation， 就是一个自动。自动的话，我们点击右键，那创作一个工作流程。那我们之前也创建好的都会在下面显示。那创建工作流程，那里面的话，你可以选择从它的一些模板进行一个创建，它里面也帮你预设好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流程。那你可以直接从里面选啊，比如说联系人重定向啊，简单的欢迎信息，或者说课程的一个推广啊，等等等等啊，网络研讨会啊，基本将联系人转化成一个客户。那它里面已经设置了非常多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些流程，那你可以直接使用，也非常简单。那今天作为一个新手，那有风就教大家从头开始一个构建，怎么样来做？那我们来教大家，学会这个以后的，那你看后面这些的话就会更简单。我们点击这个开始，好，它是给你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你可以先不用管它这里可以取一个你的一个工作流程，比如说取个名字首先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订阅里面有非常多需要触发的一些东西。我们首先需要设置一个触发器，当这个触发器发生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执行一些动作比如说选择第一个订阅比如说有人订阅我的一个比如说有人从我的一个网页或者我们的落地页订阅，把他的一个邮件列表订入输入到我们的系统以后的话，那我们要发生什么样的动作？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下，点一下它，这里可以选择执行一个特殊的选择一个列表，你要把它加到哪个列表？比如加到这里面来，选择一个订阅的方式，这里所有的订阅方式吧，不管它是从 API 从网页或者从我们落地页进来的你都可以你还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大概颜色比如说订阅我们的列表以后的话，我们要执行什么动作呢？点击这个增加元素，我们往下面拉，那我们可以比如说跟它打个标签，我们把那个 tag 拖进来以后的话，我们接这个线把它连起来，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标签的一个可以分配到哪一个，选择一个标签，没有的话你可以创建一个标签你这个标签名字比如说就是一个新人的话，他订阅了我们这个点击一个增加，这个名字存在了，我们换一个名字点击一个增加。好，当然有人订阅我们的电子邮件以后，我们系统就把它自动分配一个标签是一个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点击增加元素我们需要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接下来我们需要比如说跟它加一个分配好以后，我们跟它执行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发送一封邮件send a message。 OK， 把它连起来，发送一封邮件。我们这里可以更改一下你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内容，那你可以选择你之前设置好的一个你要发送的内容。那如果你没有设置好，你就点击这个创建一个新的一个内容，只是你在第一次的时候需要设置一下，那后面的话你直接选就可以了。那这个设的方法的话，和刚才我们刚才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第一次进来以后，你可能是一个欢迎你比如说1、2、3等等，后面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个主题，这上面的名字他们看不到，那下面的话他们看得到。比如说谁欢迎你，把他的名字的话插到最前面。比如张三欢迎你这里选择一个模板刚才都是一样的，设计一个模板，设计一个邮件内容。那这里可以随便选一个，那比如说我用这个邮件内容的话，你可以事先把它设置好，那我在这个地方直接进行调用就可以了。这边都是一样的，点击下一步全部打勾，你看这全部打勾，说明就没有问题了。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完成，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这个页面比如说我们就会给它发送一封类似这样的一个邮件发送邮件以后的话，我们需要执行下一个动作，我们可能需要等待一下它，看它有没有打开。往下面拉这里一个 wait， 我们等待一下，把这个勾给它连起来，等待一下。等待的时间你可以设一个时间，比如说等待3天，我看它有没有打开。等待3天以后，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信息有没有打开，比如说这个 message open 有没有打开连起来把它如果有打开要执行什么动作，没有打开执行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下，比如说它如果发送一个信息，等待3天以后发送
跟他发送一个信息，这里同样的你选择你的一个模板，看它有没有打开。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它没有打开，我们会怎么样？如果它打开了的话，我们又会跟它发什么？如果没有打开，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它发送一封其他的邮件，你可能发送一下其他的邮件，你可以改一下名字啊或者之类的看它有没有再次打开。这边如果它有打开的话，我们可以跟它发送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邮件。那这个邮件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一个活动的一个页面，你可以创建一个新，跟它发送一个新的一个活动页面。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来，比如说再来设置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如果我们再来等待它，我们再来设置一个等待的时间，可以放在这边，把它连起来。如果我这边没有打开，我再跟它发送邮件，它还是没有打开，那等待时间的话，这次你可以等久一点，等5天。5天以后的话，如果它还没有打开，那你可以跟它执行另外一个动作，比如说你可以把它移出你的一个邮件列表。那 move 你可以把它 remove， 我看一下 remove 就是这个移除邮件列表，你可以把它直接移除了，你选择这个，它就不会出现在你的邮件列表里面了。等等，那里面可以发生的情况，那非常非常多。那你们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那左边的话，比如说你是新手，你刚开始你不知道怎么做，下一步怎么做，那你可以继续加一个等待时间。这次等待时间的话，你可以多设久一点，比如说这个999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是新手，你可能没想好，比如说下一封邮件，那你会给他发什么内容？我们先设置一个等待时间，这里先让它在你的邮件列表里面。那等你后面想好了，你可以再来进行一下更改。如果你们在设置这个工作流程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话，你直接点击右下角这个客户他们那个在线客服的话，那随时基本上都在线。那你可以联系一下他们，问一下他们。当然的话，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有风如果知道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好，弄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保存和发布，点击这个按钮。好，然后这里点击一个退出。这里点击保存退出。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关掉或者把它打开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其实整个流程用下来的话你可能第一次看的话可能有点懵。那如果你第一次接触邮件营销的话没有关系。那如果你在看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话，那你可以多看几次。那反复多看几次的话，那你可以慢慢就消化了。因为本期的话涉及的一些知识点比较多。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那有风看到的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本期用的所有工具链接的话，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您最好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步一步实操一下。因为你看一遍的话，你可能看得有点懵，那你必须要实操一次，那就非常的简单了。那我是有风，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网络营销工具的一些使用，助你生意的一个增长。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关注有风这个频道。